Hi，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喺星期四咧，美國國債總額咧已經超過36兆美元喎，呢個可能會導致咧美元危機嘅，並引爆呢個債務炸彈。最近黃金白銀價格下跌咧係好常見嘅，通常咧係暫時嘅，而實際上咧有好多基本嘅因素支持黃金白銀上升嘅。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1.4期嘅金銀週報。最新一期失業救濟申請報告顯示，新增失業救濟人數為213000人，低於預期嘅22萬人。儘管早些時間有跡象表明夏季出現降溫，但較低嘅數字表明勞動力市場持續彈性。初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穩定同埋持續通脹嘅擔憂，俾聯儲局下一步利率舉措帶來不確定性。市場關心聯儲局發言人佢哋言論將受到關注，以了解12月可能降息嘅跡象。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行長 Austin 昨日發表講話，當當前嘅經濟形勢描述為貨幣政策關鍵時刻，強調喺美國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謹慎行事。Austin 強調，雖然利率需要調整，但冇必要急於調整利率。諮商局 FedWatch 工具顯示，12月不減息嘅機會率為 47.3%。過去一個星期，美匯指數升 0.75， 報 107.47， 道指升852點，報44,296點，標指升99點，報5,969點，納指跌677點，報19,003點，黃金升154美元，報2715美元，白銀升1.15美元。由於特朗普提議嘅政策，例如減稅、放鬆管制、全面提升關稅同埋大規模驅逐出境嘅潛在影響，野村分析師喺上個禮拜表示，該行預計聯儲局將喺12月政策會議上停止降息，預計明年只會降息一次。呢個對黃金白銀係有不利嘅影響嘅。最近黃金白銀就下跌，有好多網友問，今年黃金白銀高位係咪已經到咗呢？又點解黃金同白銀從高位回落？黃金喺2024年創紀錄嘅漲幅，過去幾個禮拜就出現放緩。10月底金價飆升35%，白銀就飆升45%，創下歷史嘅新高。最近一個月黃金從近2788美元跌至2564美元，回落咗8%。白銀就由約34.84美元跌至30.26美元，回落咗13%添。近期黃金白銀下跌嘅背後係乜嘢呢？首先就美元走強，美元已攀升至6個月以嚟最高嘅水準，美匯指數高於106，隨着美元上漲黃金往往就會下跌嘅。當美元走強嘅時間購買黃金所需嘅美元就會減少，從而推低呢個金價。跟住就係美國公債殖利率嘅上升，公債殖利率已躍升至7月以嚟最高點。當呢啲政府債券提供更好嘅回報時投資者通常會將資金從黃金轉移到債券，以獲取保證嘅收益率。與黃金相比，收益率越高，債券就越有吸引力。最後就投資者樂觀嘅情緒。主要黃金投資基金 ETF 11月初出售咗價值約8.09億美元嘅黃金，大約係12噸。呢種大規模嘅拋售對金價造成下行嘅壓力嘅，類似喺任何嘅市場大量嘅賣家壓低金價嘅情況。白銀價格經歷咗長時間疲弱之後呢個禮拜趨於穩定。美國星期五早上白銀回升至31.4美元，但仍然坐在看似紅旗嘅圖案，有搖搖欲墜嘅可能。而呢段嘅回升能否持續，仍有待商榷。白銀可能已經處於恢復下降趨勢嘅背景中，喺星期三開始出現不錯嘅逆轉之後價格就突破咗三角旗形支撐。儘管金價大幅上漲，但喺禮拜二出現流星蠟燭嘅背景下雖然有啲人可能願意現在做空呢個白銀，因為預期看跌嘅趨勢將恢復，
但係我更願意咧先睇睇價格是否能突破並保持喺30.8美元之上。最近幾個禮拜咧，佢係多次充當呢個支撐同埋阻力位嘅，使其成為近期下行嘅障礙。如果30.8美元失守嘅話咧，下一個目標咧係返回到29.66美元。呢個係今年早一段時間作為支撐同埋阻力位嘅另一個水平。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給我點讚同埋按下鐘仔。你哋嘅訂閱、點讚同埋按鐘仔咧，係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嘅。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喺最近2個星期咧，黃金版大幅下跌，導致嚴重超賣之後咧，黃金同埋白銀嘅價格咧喺新嘅一個禮拜開始出現反彈。最糟糕時間是否已經過去呢？或者我哋是否應該預計月底之前價格咧會進一步走弱？首先咧，星期一嘅反彈係由消息帶動嘅，係由沽空補倉同埋獲利而帶嚟嘅。喺價格回調嘅期間咧，係經常會出現非常劇烈同埋短暫嘅反彈嘅。今日嘅走勢咧並不令人意外喎。上述劇烈而短暫嘅反趨勢嘅反彈，通常咧係由於嚴重嘅超賣嘅情況而發生嘅。經過11月6號至11月15號持續不斷而且看似無止境嘅拋售之後咧，COMEX 嘅黃金同白銀咧均達到超賣嘅水平啦。週末烏克蘭傳嚟一啲令人擔心嘅消息，就引發咗對黃金版避險嘅買盤喎。中國同埋倫敦嘅買盤咧仍然繼續 ，COMEX 嘅交易咧開始之後咧，一啲沽空同埋補倉導致進一步上漲。但係接住落嚟會發生咩事呢？上個禮拜 COMEX 黃金嚴重超賣一樣，美匯指數咧也嚴重超買喎。佢喺07水平遇到阻力，如果突破107咧，咁樣 COMEX 嘅黃金同埋白銀咧幾乎肯定會再回調嘅。相反，如果出現更多嘅賣盤，令美匯指數跌破105.5，咁樣咧，我哋就應該會睇到 COMEX 嘅黃金同白銀咧為12月反彈找到堅實嘅基礎啦。雖然最近黃金白銀下調，但投資者咧要記住以下3點喎。第一，黃金白銀價格下跌咧好常見嘅，而且通常咧係暫時嘅。跟住咧，我用黃金做分析，喺不到1個月嘅時間，黃金從近2788美元跌至2564美元，呢個可能會俾人咧感覺好大嘅，但重要係要以更長遠眼光看待呢個黃金。就喺9月份，黃金價格係接近呢個2600美元嘅，因此價格變化並不像大家感覺那麼強烈嘅喎。更重要就係黃金市場價格下跌咧很常見嘅，而且往往係暫時嘅。雖然下跌係不可避免嘅，我相信黃金會喺今年至明年咧仍會朝住穩定嘅方向向上移動嘅。第二，黃金係避險嘅資產嚟嘅，雖然任何嘅資產價格都好重要，但同樣重要係要記住黃金喺投資組合中嘅傳統功能喎。呢個唔係產生呢個收入嘅，而係作為避險資產嚟保護其他波動性更大嘅資產。黃金係一種通脹對沖嘅工具，以喺呢個股票、債券甚至房地產表現不佳嘅時間咧，提供緩衝而聞名嘅。最近幾個禮拜價格僅跌咗5%，並沒有改變呢種聲譽。未來咧亦都不可能有所不同嘅。第三，價格不可能回落到原來嘅水平。雖然數百美元嘅價格下跌可能會吸引潛在嘅投資者等待更便宜、更理想買入嘅時機，但價格咧係不太可能回到原來嘅水平嘅。同呢個9月相比，10月通脹略有上升，而且正如近年所見，隨着通貨膨脹嘅上升，人們咧對金屬嘅興趣就飆升啦，價格整體上咧也隨之上漲。咁樣等待呢次下跌至價格回落2024年初水平咧，可能係一個錯誤嘅。跟住咧，我用基本面分析呢個黃金。近期咧，俄烏局勢咧進一步升級，引發全球市場咧對局勢惡化嘅擔憂。喺呢個背景下咧，黃金作為避險資產嘅吸引力咧增強。此外，市場對全球宏觀經濟成長嘅不確定性咧，亦進一步推高咗黃金嘅需求。幾位聯儲局官員近期表態顯示，儘管部分委員呼籲謹慎降息，但整體上咧對進一步寬鬆政策嘅共識咧仍在發酵。根據 CME FedWatch 工具顯示，市場預期咧聯儲局會喺12月政策會議上咧降息機率略高於50%。呢個顯示市場嘅不確定性。
咁樣令到美元同埋黃金嘅博弈咧更加激烈。近期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大幅攀升至一周以嚟嘅高點，反映市場咧對未來通脹水準擔憂。儘管高收益率通常咧對冇息嘅資產黃金構成呢個壓力嘅，但呢次咧黃金仍然表現強勁喎，顯示避險情緒主導咗呢個市場。另外，美國國債總額超過35兆美元。不幸嘅事呢，最近政治嘅領導層呢得出結論係赤字並不重要。聯邦政府利息成本呢喺2024年呢已經達到8920億美元喎。經濟學家預期呢，美國將會出現另一次經濟衰退嘅，到時美元呢就必須貶值㗎啦。以上基本因素呢，令今年金價走勢反映出人們對美元嘅穩定性呢日益增長擔憂。黃金可以對沖通貨膨脹同埋經濟不確定性嘅。今年黃金出現有趣嘅爆炸性增長，黃金將會繼續上漲嘅。當金價喺20世紀70年代爆發嘅時間呢，黃金就從35美元漲至800美元喎。咁嚟緊嘅爆發唔知又會升幾多呢？前面呢，我講過美國國債超過35兆美元係需要修正喎。喺星期四，美國國債總額咧已經超過36兆美元啦。咁樣不斷增加嘅國債是否對美國經濟冇影響呢？美國2024財年預算赤字升至1.8兆美元，創3年最高嘅水平。相信特朗普嘅政策咧會繼續提高呢個國債嘅。迫在眉睫嘅經濟問題係美國政府債務嘅增加何時會引發美元危機呢？債務市場、國債市場或金融體系其他領域嘅嚴重崩潰。政府債務目前剛超過36兆美元，美元呢不再由黃金作為實際價值儲存手段嘅支持，而係一種法定貨幣，也就是說明啦，佢只係起到世界貨幣嘅作用，因為呢佢被認為得到美國國家權力嘅支持。如果呢種信心受到損害或顯著減弱嘅話呢，則可能導致美元危機並引爆呢個債務炸彈。黃金呢係資本主義貨幣體系中最終嘅價值儲存手段。隨着許多央行增加黃金持有量，估計黃金價格呢會繼續創新高嘅。Ray Dalio 表示，呢啲尋求進一步大幅降息嘅人呢，有啲操之過急，上行風險呢係大於下行風險嘅。佢指出咗美國債務嘅定時炸彈有明顯跡象表明呢危機正在隨時爆發。我一直講喺目前經濟環境下呢，債務炸彈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呢，最有可能喺2024年底到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版呢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下跌呢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呢就會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版亦會升至100美元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